不行了，我已经眼皮打架，脑袋抽筋，我已经废了。珊珊，咱们再坚持一下，明天晚上7点，我们必须准时更新第1期。可是我都已经改了有20遍了。时间根本来不及，我肯定画不完了。我们做的是面向艺术亲子教育，所以我们内容不能太成人化。但是如果内容太幼稚的话，朋友圈又转发不起来，点击率一定很难看。我们已经讨论1天了，每次都是因为一部分读者不喜欢而改掉方案。我们不如换一个思路，与其想着他们喜欢什么，不如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不行吧？这是公众号的大忌，定位不清，我们还是要从定位出发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做出的东西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兴趣，那读者怎么会有兴趣？与其迎合市场，不如做最好的自己。没错，我觉得可以。哦，对啊，既然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的话，那我们就做回最开始的方案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嗯。开始吧。明天你一定要把那个东西复印好给我。Yes, madam。还有呢？一脸的不着急。哎，咱要不要通知小虫啊？那个叛徒，我让他做别的任务去了。别的任务？什么任务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这个是公众号大号的名单，我们会跟他们合作推广。太好了，只注重内容有什么用啊？关键还得看推广。对，我们赢定了。都快累死了。都快3点了。3点了，难怪我这么饿呢。天上掉下来个宵夜就好了。这么晚会是谁呀？哎，什么是你啊？我知道你在这通宵，所以给你们带点吃的过来。小程，你不是来当间谍的吧？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啊！小程，快过来。我知道我对不起尤言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哎呀，小虫，事情都过去，别再提了，快过来。谢谢你，尤言。别写了。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，毕业之前就消失的学生可不多啊。给老师添麻烦了。不过这次，我遇到了一位盲画老师。盲画？这次学习，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启发。能给我看看吗？小顾啊，你这次又提高了一大块呀，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不过呢，之前你缺席了毕业作品的讲解，按照惯例啊，我是不会给你通过的。但是我考虑到你的情况特殊，特批了。夏教授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没什么，回来就好了。咱马上啊就要拍毕业照了，我啊希望你能跟同学们多拍一些个照片，纪念一下校园时光。你们现在条件太优越了，不像我们那时候条件有限。我呀，当时就照了一张集体照，我跟你师母啊连个合影都没拍上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
辈子的遗憾。一辈子的遗憾。对啊，孩子啊，很多东西等都回不去了的时候，才知道珍贵。喂，你好。医院，我马上过来。都弄好了。抱歉啊，这么突然把你叫到医院。我接到医院电话都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就是例行检查，没什么事儿。这可不像你啊，池老师。你来医院能忘记带钱包吗？再靠谱的人，也有他大意的时候。所以就辛苦我的贤妹，快一趟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千万不能瞒我。其实，我不光是没带钱，我还没带医保卡。开什么玩笑？哎，最近实习了，在卫视，压力很大吧？哎，是啊，不过还好，同事都很帮助我。那挺好的。顾叶白有消息了吗？他已经回来了。是吗？那还不错。刘媛媛，这个重要的东西呢，如果你自己不抓住了，它是会消失的。干嘛突然说这些啊？我是走过一条错误的路了，我不希望你也跟我一样。哎，好了，人在医院呢就容易想得多，没事，走吧。走吧。魏总，人都到齐了，好，开始吧。今天我们将根据 A、B 两组的公众号点击率以及其他数据进行评分，确定优秀一组之后呢，我们也将公布最终能够留下的人员名单。A、B 两组两位组长，怎么样？你们的组员都准备好了吗？当然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那请开始吧。大家请看大屏幕，我们的点击量已经过了5万，这就是实力。据我所知，另外一组好像还没过万吧？不，我们破了10万。不可能，我看了截图，你们的点击率好像几千而已。大家请看，我们的文章一开始点击率确实不高，但是因为有质量保障，很快就被各个平台转载，甚至登上了热搜榜。而我们的粉丝数也激增，所以我们的阅读量很快就突破了10万。龚泽静，我给你的视频截图是第1天的，我给你那些数据，就是防止你再用小动作来陷害友谊。从小，龚泽静，我明的堂堂正正。虽然你们的阅读量也超过了5万，但是你们粉丝数增加却不到我们的1半，而你们却花了我们3倍的预算去找大号推广，转换率极差。你们肯定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。魏总，这次的考核不公平，他们作假。现在的数据清晰明了，你们的点击率不如人家就是不如人家，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我们的考核标准非常简单清晰，就是要为公司选拔有能力的人进入。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现在我来宣布，陆优研组胜出，你们淘汰。今天会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胜出的可以到新部门报到，人事部门会安排你们的工作。散会。
的规则我很清楚，没有留下来是我能力有问题。这种淘汰方式太残忍了，让我尽力吧。魏佳，对不起，魏总，我实在没拦住他，他硬是往里闯。没事，让他进来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当众出丑输给陆悠言？公司要盈利，当然要找能干的人。你就不怕我把你丑事儿说出去吗？丑事儿？什么丑事儿？难道你忘了，是你让我去诽谤陆悠言跟顾月白的父亲？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儿了呢？哦，原来是你去造谣的。那顾叶白不是恨死你了？魏佳，我有通话记录的，你赖不掉。你在我公司实习，我们通过电话也是正常的。你现在吵得我头疼，赶快给我出去，要不我就叫保安了。你欺人太甚了！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所作所为。喂，小虫啊。喂，妈。最近怎么样啊？好久都没给妈妈来电话了。我挺好的。还在实习呀？一定要注意身体，一个人在外面啊也不容易。妈，你等一下。妈，我知道，刚刚这边有点事。要按时吃饭，也别太拼了。上下班呢，注意安全。家里都好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妈，我这边还有事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你跟爸爸也要注意身体啊。那我先挂了。叶白，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啊？我上次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知道你生气是因为我拍了陆悠言跟你爸爸在一起的照片，可那都是因为魏佳，是他让我把照片放到网上的，也是他派水军去炒作的。够了，宫泽健，我和悠言已经分手了，你不要再去骚扰他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理我啊？因为我不喜欢你，现在不喜欢，以后也不会喜欢。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我，都要跟我作对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不就是给我招个助理吗？面试了这么多天，没有一个能用的。对不起，魏总，是我失职，我做检讨。魏总，其实今年的新人里面有一个挺符合条件的。谁啊？他叫陆悠言，法语系的 ，TCF 有600分，英语也不错，现在被分配在策划部。如果您满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他调来给您当助理。怎么哪都有他？魏总，您不喜欢他，那我再找。也没有不喜欢，只不过把他放在我的身边有点大材小用了。对了，魏总，还有一个人，他的分数比陆悠言还高10分，不过很可惜被淘汰了。笔试第一的从小。对，就是他，他的听说读写能力非常强，也很努力。好吧，那你给他发几段资料，让他现场翻译一下，顺便再做一个 Alliance 汇总。
喂，从小，你现在马上来趟公司，有点材料让你翻译一下。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魏总，他刚才现场翻译的不错，很细心，速度也很快。汇总表格差了一点，总体上还是合格的。你实习的时候是不是跟宫泽进在一组，还删掉了陆悠言的资料？魏总，我知道错了。做助理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，你这样毛毛躁躁的怎么行？先出去吧。魏总，让您失望了。这个姑娘心理素质不好，总是容易紧张，我不应该给她这个机会。我没说不用她。那魏总，您的意思？现在也没有更好的人，就定她吧。单纯有单纯的好。好，魏总，我马上去办。哎，等等，你聘用她的时候，不要给她太高的薪酬，慢慢来，这样她会更忠心一些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被卫视录取了。真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从明天开始啊，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报道了。小叔，你这太棒了！大家都搞定了就业，将来呀，我们可都是人生赢家啦。人生赢家？对啊，我本来还担心毕业之后会待在这边找不到工作，现在好了，进入了大公司，升职加薪奔小康，未来的白领精英就是我苏珊女王。我也是，本来担心啊找不到好工作，这下可以安心了。今后呢，我们3个人要共进退，共荣辱，知道吗？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在卫视安营扎寨了。我可不许有人再当逃兵、当叛徒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再当叛徒了。我今天真开心。悠言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珊珊，如果我当叛徒，你会生气吗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你怎么可能当叛徒啊？你要是当了叛徒啊，我就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。你最厉害。悠言，子健。好久不见。啊。我还以为你一直不想见我呢。啊，没有，我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工作有点忙。我听说你要去卫视工作了。还有珊珊和林子燕，我们都录取了。那恭喜你们。啊，如果在工作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一定记得告诉我，我会帮你们的。好，谢谢你。不过我相信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就好。咱们现在应该还是朋友吧？当然是了。我一会儿约了珊珊、林子燕还有顾叶白一起吃饭，就当是庆祝我们毕业和就业。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我就不去了。正好黄安妮给我安排了很多工作，我还得回去赶稿呢。那你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顾叶白，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赢你？珊珊说她有事来不了了。林子燕也说她突然有事。这2个人怎么回事？毕业聚餐都说。那我们就多点点好吃的，拍了照片馋死他们。好啊。这个吧。这个。这也是你喜欢吃的。好像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。对啊，最近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抱歉。没关系。
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悠言，我可能不能接受我们只是朋友。行了，行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，搞定了吗？那当然，而且啊，我还特意叮嘱服务员上菜慢点，就是为了给他们两个多一点相处的机会。希望他们俩不要辜负咱们俩的良苦用心啊！可不嘛，为了他们，我们都放弃了我们的散伙饭。林姐，我让你去食堂打饭呢。我这儿吧，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就看你想听什么了。有屁一起放。那我就先说坏消息吧。这坏消息啊，是我出门出晚了，去食堂后边快关门了，没菜了。什么？那我今天注定要跟泡面相伴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我还有个好消息呢。好消息就是我在最后关头抢到了最后的鸡腿和鸡翅。拿来。打住！你想死吧？想吃可以啊，大家有个小条件啊。怎么这么麻烦？说吧。哎呀，这不是快毕业了吗？你想干嘛？想哪儿去了？你这？你不会让我帮你搬行李吧？苏珊，你除了嗓门大，你还能干什么呀？你这小胳膊小腿的，我找你搬，我脑子进水了吧？你脑子本来就有水。小林子，你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是不是因为我2天没空揍你啊？投降了。苏珊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你，嗓门又大，脾气又不好，又不会照顾自己，我真的挺放心不下的。这样吧，我替社会除个害。收了你了。等等，什么鬼？你是在跟我表白吗？算是吧。那我问你啊，你有房吗？车呢？那你有什么？我有鸡腿和鸡翅啊，和一颗爱你的心。林子燕，你是认真的拿一堆鸡腿在跟我表白吗？你就答应我吧，你答应完我以后，你有吃不完的鸡腿和鸡翅。那你把眼睛闭上。啊？把眼睛闭上，不许睁开哦。苏珊，你在干嘛？你答不答应我啊？苏珊。什么意思呀？到底答不答应啊？怎么了？我在想工作的事情。
工作怎么了？明天我就要去卫视报道了，但是我现在却有点迷茫。你不喜欢卫视的工作吗？其实当初参加卫视的选拔，是因为宫泽姐，我想打败他。你做到了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把自己搞得有点进退两难。怎么说？啊，我本来以为考核结束之后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但是大家为了这次考核都拼尽了全力，因为这个工作对大家来说太重要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以一种特别随便的态度参与了进来。你为什么不和大家说说你的想法呢？说不出口啊，因为珊珊特别开心，我们3个人还能继续在一起。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说出来，觉得很残忍，而且也很不尊重他们的努力。那你是怎么看待卫视的工作？我觉得我跟卫视推崇的那种狼性企业文化格格不入。如果不喜欢，越早离开越好。你说，如果我们3个人不能继续在一起了，感情还会像在大学的时候那么好吗？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不在一起工作，感情就会生疏的话，那你们注定就会生疏。决定人和人距离的是精神共鸣，而不是肢体的远近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大概和你一样，犹豫不决吧。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最好的决定。最好的决定？你做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决定。爸，给你买的高粱酒，听说好喝不上头，尝尝啊。哦，你这突然回来就是给我送这个的？对呀，孝顺您啊。哟，哎呀，女儿长大了啊，知道孝敬老爸了。顺便呢，回来拿一趟旅行箱，马上毕业了嘛，还得收拾行李。哎，我听师傅说，你被卫视录取了。明天就要去报道。这么好的消息，怎么不跟老爸说呀？老陆啊，我总觉得这个工作不太适合。怎么不适合？你都还没做呢，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啊！不是，我总觉得吧，一个良性企业会激发人好的一面，但是这个卫视的考核标准呢，充斥着对比，他特别喜欢通过同事之间相互厮杀来达到目的。我就觉得这种考核有问题，而且我确实不太想做策划。工作嘛，哪有容易的？受点委屈也很正常。你说你不适合做策划，那你想做什么？不会是说从事和艺术相关的工作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想都别想，除非你想气死我。哎呦，别激动，我又没说要做艺术相关的工作。有言，乖乖的去卫视上班。你有份稳定的工作，爸爸才放心，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舒服，哎，后面，哎，姐，体验过苦难生活的大少爷，又画出什么杰作了？哎呦，姐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休息一下吧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我给你买了一辆新车，你不是要毕业了吗？这样也方便一些。姐，我不想要，我那辆车不还挺好的吗？这辆可是今年的新款哦。你这样搞得我好像是一个纨绔子弟，我不要。你看看你，
给你送礼物还不开心？我就是太宠着你了。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什么事情都靠自己，自食其力挺好的。我给你送礼物和你自食其力没有冲突呀。车钥匙放这啊，这就在下面，你就不用操心别的事儿了，乖乖画画，听姐姐的安排啊。姐总是为你好的，好好画啊。这个是你最新的萌画，之后我还会调整，先拿给你看看，提提意见。真是太棒了，你已经更上一层楼了。看到这么棒的作品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周学姐，你真的很喜欢画。顾叶白，你相信我，你一定会成为当代的大师，也会成为这个年代的领军人物的。大师都是别人叫的，我只希望像木棉先生一样，安安静静的画画。你今天来找我，应该不是只给我看画这么简单吧？我想要池老师的那幅画。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我。嗨。哎，我们快找地方躲一下吧，我现在不想见到他。怎么了？他又惹你生气了？哎呀，不是的，我就是现在不想见到他。珊珊，你们俩又吵架了？不是的，哎呀，我反正回去跟你们说吧。都到了吧？下面跟我去会议室做一下入职说明。把这幅画拿去包好吧。好的，周姐。这幅画就是你的了，等一下我会派人给你送回去的。谢谢。你谢我干什么？你买了我们画廊的画，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你这幅画是要送给悠言的吧？周学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好歹和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这点小心思，我还能猜不透吗？是送给他的，不过也不知道他现在还喜不喜欢了。毕竟我们……他一定会喜欢的，因为你是他最在乎的人。你们两个人啊，就是为彼此想的太多，所以才越走越远。你这次回来，不要再把他推开了。想做什么的话，就赶紧去做。周学姐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你要真觉得我好的话，就赶紧和我签约，其他的都是废话。顾先生，您的画包好了。我先走了。好。没想到到最后，居然收到一张好人卡。唉，人生啊。首先，欢迎在座的各位成为魏氏集团的新员工。我代表魏氏集团的老员工，欢迎大家的加入。今天我们办理入职手续，在给大家办理入职手续之前，我这里有一份员工手册需要发给大家。手册里明确标注了员工的制度和要求，大家可以相互传阅一下。拿到手册的，我们可以先进行翻阅。除了手册里所有的内容之外，我要额外补充一点，那就是我们公司不允许员工在内部谈恋爱。宋佳，我想问个问题。说。这工作和恋爱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禁止啊？
以前在我们公司确实出现过几对情侣，他们好的时候呢是如胶似漆，在工作过程中互相包庇，可是，一旦谈崩了，就哭天抢地、撕破脸皮。我们公司很忙，实在是没有那种闲工夫来给你们处理男女之间的纠葛，所以说就干脆明文规定，不允许在内部谈恋爱。假如说你真要是想为了爱情做点牺牲，那我只能很抱歉地告诉你，其中一方选择辞职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办理入职手续。叫到名字的人跟我去人事处办理，没有叫到名字的人可以先回部门工作。陆悠言，你是第一个，跟我去人事处吧。总监，我不能办理入职。陆有言，你什么意思？珊珊，卫视的工作真的是不太适合我，我很抱歉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还想着毕业之后一起找房子，一起工作。你却突然要走了。珊珊，你跟小虫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我也是挣扎了很久很久，直到今天早上，我才下定了决心。你挣扎难过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苏珊，你别激动，我想悠言应该是要跟我们说的。珊珊，我是看你们那么开心，我实在是说不出口。那你觉得我会看着你不开心还强留你吗？悠言，我是很生气，我生气的是你不开心不告诉我们。我也很气，我没有发现你不开心。我最讨厌朋友之间相互隐瞒了。悠言，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瞒着我们？不会有下一次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你讲的，好不好？悠言，我真的舍不得你。你答应我，就算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，你也不许不理我们，一定每天都要联系。你放心吧，就算毕业了，我们也不会离开的。苏珊，以后悠言一定会跟我们联络的。再说了，还有我呢。对呀，朋友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哪怕我们毕业了，走的路不一样了，我们都是最重要的朋友。好久不见，真没想到你会联系我呀。打一场吧。好。算了，今天的状态不太